集团军两栖战车海上开火，演习的是什么？抢滩登陆。这科目就是抢滩登陆。这个任务就是 D-Day 那天到来的时候，这边前线已经相关前期火力准备完毕，空优制空权控制好，制海权控制好，然后装载这些东西的登陆舰到这个出发阵位，然后打开这个东西上去，开始对着滩头进行冲锋。这是中间辅助的这个过程，在演习这个科目，就在反复演习这个科目。这个科目演习的目标是什么？叫做抢滩，叫做抢滩登陆。如果说你再去看73集团军其他的一些演训的这样一些视频，中间还包括什么？抢滩上去之后，第一件事情破障。什么是破障？就是台湾岛西边那些红色沙滩上埋的那些防波块，那些阻碍前进的一些障碍，包括地雷。然后现在破障当中训练的核心要目是什么？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艇、人机磨合，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台湾岛内现在不是有些人经常喜欢讲这个东西很难打吗？这个东西大陆打不过来吗？讲这些有的没有的，还有讲特别喜欢讲诺曼底登陆吗？在两栖作战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风险点。第一个，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然后你的船团过来了之后，打开你的这个输送点，然后载人的这个装备开始往沙滩。你看最长的一天的 longest day， 还有拯救大兵瑞恩最血腥的一幕是什么？就是那个登陆艇上岸，那个滩头甲板一打开，然后岸边火力袭来，就这一刻嘛，就是如何在这个前行过程中最大限度的，第一个把上面消掉，第二个上去之后，当时隆美尔跟艾森豪威尔角力的核心是什么？隆美尔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把上了沙滩的打回去，就或者说压制在沙滩部位，不让他们突破，然后慢慢的加以消灭，去摧毁这次登陆。艾森豪威尔要做的就是推上去。那么当然现在有些做兵推的就觉得说啊，就是假设解放军的这个登陆战术还是二战时期那套，那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人和无人混合，对吧？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箱式火箭炮啊，最近大陆公布了一个数据，对吧？这些箱式火箭炮有人测算过，到达台湾岛那几个基地被点名的那几个基地，基本上最长的大概是200秒，200秒就是3分钟，并且那个演练的那个火箭炮是什么呢？那个战斗部是空爆的碎片杀伤，那种东西就是打轻装甲目标和软杀伤的。这个东西呢，你看它像个烟花一样蹦闪一下之后，然后像下雨一样的下一片东西下来，在它覆盖范围之内非死即伤，基本上没有任何幸存的。所以你不想死的，离那些装备远点啊，离那些基地远点。真的到那天来了，第一时间你们离开基地，留一个空的基地在那儿，然后大家把红旗准备好，这就行了。这个几条腿同步在推，知道吗？就是一方面你有没有兴趣，你有没有意愿进行实质性的和平统一。注意，不是和平，是和平统一，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不是老拖着不讲和平。另一方面不讲统一啊，不讲统一 ，sorry 啊，只想和平，不要统一啊，你这个东西不要去想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实力在那告诉你说，如果不和平，我怎么解决？如果不和平，我怎么解决？岛内的啊，这个年轻的不想听我说的，推荐大家去看电影《大决战》电影版3部曲，第3部平津战役。当年傅作义是怎么北平，人家不叫和平起义，叫和平移交战场，什么什么战场和平移交。anyway， 反正到最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老先生最初想的是啊，这个守住北平啊，保有天津，留着塘沽，然后让美国人啊在这个海上给他送补给
然后他有信心变成国共之间的第三股力量。到最后张家口新35军被吞掉，陈长捷的天津号称打3个月的，结果29个小时直接解决，解决完了以后北平和平起义这种和平大家也去看一看，这叫什么？我们要实现的是和平的统一。如果大家不想看电影，想看文告的也很简单。1949年解放军要过长江之前，国共也有和谈。关于过长江，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讲法。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长江是一定要过的，是的，只是什么你同意大家和谈谈成了，就是和平的过。如果你谈不成，100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这个就是和平跟统一的关系我们要的是和平统一。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岛内越多的人越早丢掉那种幻想，就是可以永久的拖下去，甚至是那种美好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到这边来随便聊2句，说2句大陆爱听的话，所谓的通关密码，念完之后，然后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做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不去讨论统一，或者用很多东西去掏空统一，用很多东西去腐蚀统一，用很多东西去替代统一。不好意思，对大陆来说，这些都不是选项。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你台湾在浪费时间。我觉得我们都成长了，真的，以前听得可进去了，时间都变了呀，这个实力也上去了呀，态势也出来了呀。说实话，这也小几十年的时间了，对吧？你看，像我都变成50了，这种事情，大家是有很多话，有很多事，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要一厢情愿的把我们这边当傻子，对不对？不是都很喜欢看风气和氛围吗？这些新闻这些话语这些事件，都在告诉大家，有很多事情是不可能永久拖下去的。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现状，你也无法通过一些小聪明去冻结现状，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你就认认真真回到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你要讲9·2共识行，然后在这个框架下跟大陆来谈什么？不是谈和平，是谈和平统一。统一是跟和平事业，你统一了，和平自然降临，就这么回事儿现在给出的信息也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岛内，我觉得所能仰仗的，他们认为能够仰仗的，第一，要么就是所谓美国或者是日本的外部援助和支撑。连伊朗都摆不平的美国，有可能在台海摆平大陆吗？最近美国的一些小型的智库，什么陆军研究所，新的兵推报告已经出来了，那上面的这个数据可都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我别的不讲，之前 CSIS 特别喜欢讲500发导弹解决中国大陆登陆船团，对不对？但是500发导弹解决中国大陆登陆船团的前提是什么？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登陆船团满打满算89艘，我把你这89艘船，我给你准备500发导弹，1:5的量。现在最新的那个智库的兵推报告认为，大陆的登陆船团大概有5000艘。500发咋分？你来吧，你来吧，当然前提是你那500发还能抵近到发射正位我让你发过来，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你觉得美国的弹药在台湾海峡能用几天？打个伊朗都捉襟见肘，更别忘了打完伊朗援助完乌克兰之后，你的这些弹药，大家关注一个新闻嘛？美国总统贸易的代表格里尔非常
幽怨的抱怨中国，你的稀土能不能按时供货啊？那这个时候中国就要问，你买我的稀土去干嘛？你买我的稀土去制造武器，要么卖给台湾，让他来跟我打架，来抗击阻断我们的统一进程，要么放到你的军火库里，然后你把我卖给你的稀土造成武器，反过来威慑我，我是凯子吗？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好好谈一谈？然后台湾岛内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种军火供应链捕获能力都被中国管控的美国有能力、有意愿、有心情为台独张目？你这种认知水平得混乱到什么程度才如此的自欺欺人？你们是不是应该看台湾岛内比较好的精神病科的医生看一看？这种心理认知真的不太正常，有害健康。请大家帮忙点个赞，祝愿祖国早日统一。